爷爷，背我去测灵体，我若有灵根，赏银给你养老；若没有，就当送我最后一程。姑娘，那不是咱们这种人能去的地方。若再不赌一把，我活不过今晚。爷爷，他们测的是仙缘，我测的是命。队伍那么长，就算我背你过去，你也未必撑得到前头。所以我要去最前面，会被赶的。那就让他们赶我，我自己走上测灵台，不连累您。好。哪来的小乞丐？这也想测灵根？爷爷，剩下的路我自己走。你站都站不稳。我能走。仙师，他好像撑不住了。可测灵队伍都排了这么久，他一来就插队，也不合规矩吧？仙人，我快撑不住了，能不能让我先测？你叫什么？桑榆。可有家人？既是命悬一线，便先测吧。小童，双手放上来。一定要有灵根，不求成仙，不求长生，只求活下去。天灵根，竟然是极品天灵根！小童，你可知天灵根意味着什么？此等资质，掌门和各封封主都会抢着收你为徒。那100两赏金还给吗？什么100两？天灵根必须奖1000两。温师妹，给他。桑榆，你可还有亲人？凡俗银两，你去了仙门便用不上了。老爷，我做到了。仙师，我饿到没力气，是那位爷爷背我过来的。我答应过他，若我有灵根，赏银给他养老。我只留1两，买几个馒头就够了。你倒是记恩。这是辟谷丹，吃1颗能饱腹3日。你先活着，比什么都要紧。这一瓶先给你，等回宗门，你便什么都不缺了。谢谢师姐。乖，站到我师兄身后去。那位老人，我会亲自把银子送过去，也会请镇长照应他。我活下来了，老爷也能活下去了。桑榆，这是给你备的新衣，先随我去客栈换上，别再冻着，也别让旁人看清了你，谢谢师姐，以后有我在，不必怕。小师妹，疼吗？吃了它，外伤会好得快些。谢谢师姐。你叫桑榆对吗？桑树的桑，鱼旁的鱼。好，师姐记住了。明日我和梁叔兄带你们回青云门，路上若有不舒服，就告诉我。第一次看人，看到云海从脚下掠过。桑榆，昨日是我说话不好听，以后大家都是同门，你别记恨我。我没空记恨你，我只记得谁救过我。前方便是青云仙门，宗门之内共有7座主峰。青云主峰掌宗门事务，剑锋助战，丹锋炼丹，气锋炼技，符锋修符道，御兽锋豢养灵兽，药锋培育灵植。扶风如今没落了些，但仍是青云7峰之一。师姐是扶风弟子，外门弟子。等回宗门要踏仙梯过星关，你身体底子太弱，先把元气补回来，不然撑不住。谢谢师姐。温师妹，梁师弟，你们扶风队伍就收了这么3两人啊？这也交不了差吧？我们被分到的都是些贫穷地区，能带回来这几个已经很不错了。就是，而且我们这次可收了个好苗子，一个能顶你们上100个，顶上100个，那不得是极品资质？这就骄傲上了。我倒要看看你们扶风招收的这3两支里头能有多好的资质，那师兄便等着瞧吧。新弟子踏仙梯，过问金关，中途放弃者，天黑前未到山顶者，原路送返。他们测的是仙缘，我测的是命，命都赌赢了一次，还怕这几千级台阶吗？这是谁？走这么快？600步了，身上仿佛压了一座大山一般。第一轮上山者满20位，过来排队复试灵根，择选去处。
过来排队复试灵根，择选去处。是。林峰，你可愿入我剑锋，为我亲传弟子？弟子拜见师尊。剑锋那位，就你冲得快，下一个好资质，你没资格再选了。老夫冲得快是老夫本事。来，怪徒儿，来为师身后站好。驱灵、火、木、土三灵根，我丹峰要了，先入外门。若有炼丹天赋，可入内门。见过峰主。且站我身后来。是。苍鱼极品天灵根，居然是百年难得一遇的极品资质。好，我青云仙门未来有望了。孩子，本座是青云宗掌门，你可愿为本尊亲传弟子？孩子，我剑锋是宗门内主战力的风头，你可愿意来我剑锋？我丹峰也需要你这样的天才。我扶风。你扶风还是闭嘴吧，别耽误了这么好的苗子。好了，穆师妹，你扶风传承早断，越发没落。这么好的苗子，若是入你扶风，你也教不了人家什么，这不纯属浪费。这天灵根很厉害吗？居然被掌门和这么多峰主长老抢着要。天灵根当然厉害，听着我们的师兄说，什么灵根吸收什么灵气，唯有天灵根什么灵气都能吸收。桑榆，你考虑清楚了吗？我是掌门，做我亲传弟子，能得到整个青云门弟子中最好的待遇，享有最顶尖的修仙资源。若去别的峰，就不给我顶尖修仙资源了吗？那不能够，你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天灵根，是仙门未来的希望，上哪儿仙门都得给你最顶尖的资源供你修炼。对，所以孩子别有顾忌，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真的吗？那我想去扶风。孩子有眼光，我扶风虽然没落了，但我们会尽全力给你最好的。你扶风都没落成这样了，传承都断了，能有什么好的给人家？我会倾尽所能教他。断掉的传承，我拼死也找回来。那是浪费天才，孩子来丹峰炼丹师可是全仙门最富。我扶风弟子也没有穷的，剑修才是最穷的。过分了，抢弟子就抢弟子，别扎心。剑修虽穷，但剑好，别扎心。剑修虽穷，但剑好。是，你们都好剑，人家孩子都自愿入我扶风了，你们还抢，真当我扶风没人了吗？还请掌门为我扶风说句公道话。都别吵吵了，小桑榆，你确定要入扶风？是。你可知，我青云仙门一共有7峰，扶修只是辅系，算最弱的一峰。弟子已知，且早已没落。你无论去哪一峰，都比去扶风强。那你为何执意要入扶风？因为温师姐。温师姐是谁？是我扶风这次负责出门招收弟子的外门弟子。他干什么了？可是在回城中教骚过你什么？温师姐并未教唆过我什么。弟子本是街头流浪者，是他给了我测灵的机会，为我辟谷丹保命，赠我心衣御寒，又以疗伤丹治旧伤。若不是温师姐救我，我根本走不上这上千仙梯。他与我有一命3帮之恩，这份恩情我愿舍弃更好的前途相报。好，我扶风虽没落，但峰内弟子都是连苍生的良善之辈。温灵此次有功，直接入扶风内门。能替我仙门带回一个天灵根弟子，也是有功，与3000仙门门贡献奖励。此次出行有2个弟子，那就1人1半，灵石再加1000，不能再多了。我替2位弟子谢过掌门。既定下来，这天灵根便归你扶风了。接着测灵吧。是掌门。哎，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吗？真是浪费人才。剑锋那位，有种大声点儿。哼哼，小桑榆，别怕，师尊定会倾力教你，断了的传承也会为你寻来。师尊，我扶风为何断了传承？因为师尊的师尊入了一处秘境后失踪了，扶风内4阶以3以上的完整高阶传承都在他老人家身上。师尊莫要泄气，既然是存在于世的东西，总会找回来的。且待在为师身后，为师想再等等，看还有愿入我扶风的弟子吗？我愿入扶风。都说扶风最没落了，你怎还愿入扶风？因为扶风有极品天灵根，往后肯定崛起。现在入就是在买股，往后想入都入了。你这小子家里是做生意的吧？还买股？您怎么知道？我姓金名元宝，家里确实是做生意的。好，我扶风愿意收你入内门为本峰主记名弟子。多谢师尊。来，为师身后。哎，是桑榆师妹，以后我们就是同峰师兄妹了，比同门还亲近。见过峰主。温灵，你此次为我扶风立下大功，除了入门外，我愿暂且收你为记名弟子，往后可称我为师尊。是师尊。好了，天色已晚，梁平，你负责安顿好外门弟子。是师尊。待本座亲传弟子桑榆熟悉我扶风，令洞府直接安排在伏羲洞，这是为师为你准备的见面礼，只有亲传弟子开有，只有亲传弟子开有。你尽快引气入体，就能打开这储物袋了。多谢师尊。温师姐，师尊有几个亲传？就你一个。
扶风没落，好资质不愿来，普通资质师尊又不愿屈就收下。如今内门弟子加上你我也不足5人，且多是3灵根只能入外门的资质，来扶风却可入内门，杂役也可入外门了。这确实有点没落啊！我扶风的前途可全靠桑榆师妹你来崛起了，你可要努力啊！凭什么靠我一个人努力？大家一起努力才是。对，我们大家一起努力，扶风早晚会崛起的。师姐先带回洞府安顿吧。好，明日再带你们去内务殿领取新弟子入门福利，熟悉我们扶风。扶风无甚可熟悉的，尽快修炼才实在。毕竟我可是整个扶风的未来，上辈子无背景，却能在灵魂画中得天才之名，靠的就是聪明与悟性。这辈子画符也算不忘本。我选扶风，不全为报恩，也有自己的私心。没错啊，为什么我引气后灵气又消失？闭眼凝神，呼吸吐纳，将周遭灵气引入体内丹田。我是按照宗门所发放的青云炼气诀中教导修炼的。大把灵气涌入丹田，却一股股从无形缺口漏走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我堂堂天灵根资质，却有个存不住灵气的漏斗丹田，我甚至都不敢走出去见人，特别是师尊。那是对扶风的未来充满希望的光芒啊！若知道我是个废的，那光不得灭！不行，我必须引气入体成功。就算是个漏斗，那也得给我留点啊！阿鱼，可是修炼结束了？见过师尊。你是天灵根，3日过去，想必早已引气入体，体内有灵气，便可学画符了。这是符道初阶和画符工具，你抽看看，若能画出初阶符箓，为师便传你完整1阶符箓传承。是，师尊，弟子会仔细研读的。记得画出初阶符箓后，便来扶风主殿寻我。另外，缺什么资源，随时去扶风库房领。对了，还有为师送你的储物袋，里头有不少东西，你应当都用得上。是，弟子记下了。那为师就不打扰你修炼了。堂堂风主居然亲自来弟子洞府送东西，这整个宗门估计也就我有这待遇了。可我真的好怕啊，怕被发现我是个废丹田，怕师尊眼里的光没了，还怕那些冲着我才选择入扶风的弟子后悔莫及。接着练，万一能积少成多了呢？才2溜灵气，我去2%的比例！门内资质最差的5行杂灵根都比不过我这龟速爬行吧？浑身上下唯一的优势就只上灵根好不挑灵气属性，所以没有退路可言。只要练不死，就往死里练。继续，最多半个月，自家弟子就会来我这里报到。可都等1个多月了，为啥桑榆都没来？难道是因为年岁太小，握笔不稳，导致还没画出来？失算了，我应该多给他一些时间的。终于炼气2层了，小师妹比我资质好那么多，估计都炼气3层了吧？剑锋的林峰3灵根都炼气3层，小师妹绝对比他强，而且天灵根突破没有瓶颈，搞不好已经炼气4层了。那个林峰都炼气3层了，这可才过去1个多月的时间啊，修这么快的吗？这让我咋活？要不我还是去找师尊摊拍吧。符道初解中的3扎基础符箓，极行符、火球符、降雨符，我早学会画了。有了，我知道怎么做，能出门见人了。不是不能画，是我体内灵气根本不够用。体内灵气不够，那就借灵食补，只要灵气不断，这张符就有机会画成。差点就画成了1张。修为拿不出手，至少这些符箓能拿得出手。该去见师尊了。小师妹，你都快2个月没出过洞府，怎么才炼气1层修为？这不可能！我之所以压力这么大，就因为宗门内都是你这样的人。你懂个锤子！别挡道，我要去见师尊。你才炼气1层，你好意思去见师尊？我这1个半月又没躺在洞府睡大觉，为何会不好意思？那你都在洞府内干啥？研究符箓。这些全都是你画的？那不然呢？这不可能！我也开始学画符了，
但我初阶符箓成符率才区3成，你居然能画出这么厚一叠！你做不到，不代表别人做不到。别挡道，我要去找师尊了。哼，我跟你一起去。阿鱼，你堂堂天灵根资质，修炼快2个月，为何才炼气1层修为？莫非是修炼出问题了？为何不早些来找为师？压力大，这次出来，我要取走未来3年的修炼资源，然后继续闭关躲着。师尊，您先别激动，弟子并未全身师的修炼，而是在看完师尊赐下的符箓初解后，对画符产生兴趣。这些都是弟子画的符，师尊请看。就算对画符产生兴趣，也不可耽误修炼，浪费你的极品资质。我天，这是2阶护身灵符！你才刚入门，为师都没教过你，你是怎么画出来的？什么？小妹1阶灵符都没学过吧？师尊给我的储袋里就有一些灵符，我照着画就会了。至于那1叠初阶灵符，1个半月前我就会了。难怪你修炼慢，原是心思都在画符上，越阶成符。好孩子，你真是符道天才。师尊误会了，可这误会正好遮掩我看穿。为师即刻传你1至3阶完整符道，但画符不可误修炼。符箓越高阶越耗灵力，修为必须跟上才行。是，弟子一定谨记师尊吩咐。修为的事还是没解决，只是又多拖了一段时间。阿鱼画初阶符箓的成符率是多少？10成。10成，妖孽啊！不可如此说你小师妹。是。2阶符箓呢？目前只有3成，主要是太耗灵力，我修为跟不上。你温师姐入门10年，4灵根，炼气5层，至今画1阶上品符，成符率也才3成。阿鱼，我只以为你资质极好，却不想悟性也极佳。扶风收下你，简直是天大的福气。师尊，快别这么说，我压力真的好大，感觉身上扛了一座巨山。离5年一次仙门大比还有4年多的时间，够你提升修为了。为师希望4年后你能为我扶风拿个好名次，扬眉吐气。这4年时间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专心修炼即可，尽快将修为提升到炼气后期。还有元宝，你也一样。师尊，我一定会努力拿到好名次。怎么办啊？快被大山给压死了。阿鱼，是师尊，弟子一定会尽全力的。这是为师早就为你们2人备好的4年修炼资源和为你们择选的功法法术，切记，千万不能因为钻研符道耽误修炼。去吧，徒儿告退。掌门师兄，看见没？这可是我家阿鱼以炼气1层修为画出的2阶灵符。什么？堂堂天灵根到现在才炼气1层，这么久的时间都修到那儿啥去了吗？咦，我记得师妹当初炼气6层才画得出2阶灵符。没错，阿鱼最新画符耽误了修行，但我已叮嘱他一切以修炼为主。这极品仙苗可别荒废在扶风，否则你就是仙门罪人。绝无可能，下届仙门大比，我扶风弟子定拿前3名次。师妹口气可真大，你这是真当我其他几峰无人了？可是你们都没有天灵根弟子。你别说其他几峰没有，整个修仙界南域门派又有几个天灵根？别羡慕，我扶风弟子凭本事招到手的。行了，快别炫耀了，知道你弟子厉害了。回头10年一次的南域修仙门派大比，可就指望他和几个核心弟子为我青云门扬名了。我家阿姨一定行。潜心修行，外加对符道的悟性，迟早有一日会在整个修仙界扬名。闭关4年，才炼气3层后期，现在暂且还能躲，可再过大半年，门内大比就要开启了。难道要自戳一刀，假装受伤避开？可万一师尊给我投喂一颗极品疗伤丹药呢？明显行不通。2阶上品符箓我已经信手拈来，成符率也早就提升到了10成。3阶符箓消耗灵力巨大，还没法开始。再符制一道，我绝对堪称天才中的极品天才。拿不出手的只有修为。加油，一定要在大比前冲到炼气4层。漏斗丹天，我罢了，跟你拼了！阿鱼，来师尊这里一趟。大比只剩3个月，掌门突然见我，多半是查修为。可我才炼气3层大圆满，连4层都没突破。堂堂天才修成这样，怎么见人？算了，不躲了，摊牌就摊牌。被笑也好，待遇降也罢，我最不忍的是师尊眼里那朵光。可一直顶着压力也太难受，也许现在正是时候。穆师妹，这可是我宗门内唯一的天灵根弟子啊！当初你以礼拒征，如今却把人教成这样，
将近5年的时间，现在才炼气3层。完了，终于瞒不住了。师尊一定以为我闭关4年，至少也该炼气后期了。林峰丹灵根已炼气8成，元宝也炼气6层，阿鱼却只有炼气3层。难道我扶风真的气数用尽，连天才弟子来了都会被我交废吗？师妹，速速醒来！速速醒来！师尊刚差点走火入魔了。阿鱼，可否告诉师尊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可是修炼出了岔子，亦或者又控制不住醉心浮道，耽误修炼了？师尊，你刚刚是不是因为弟子的事差点走火入魔了？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，回答我。这是入门5年来师尊第一次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。是，弟子从入门起修炼速度一直缓慢，担心师尊知道后会不要我，所以一直没敢说。你呀，问题不早说，白耽误几年。哪里不对？修炼慢，入体灵气100存2，其余没发现。境外无碍，可灵力进不了丹田，有阻力。不是废丹田，但也异常。我去藏心阁查。刚才不是针对你，是做给掌门看的。我怕师尊不要我，也怕被人笑。是为师疏忽了你，以后有事别硬扛。师尊，对不起。你才11岁，没做错。生灵丹拿去，先破4层。大比不想去，师尊不逼你。多谢师尊，我想清楚再答复。听说扶风那位天灵根入门快5年，才炼气3层。天灵根又如何？修为还不是比我低了一大截。当初让我丢尽颜面，这次门内大比，我一定要挑战他。炼气3层，我若能打赢天灵根，岂不是一战扬名？宗门唯一的天才若败在我手里，所有人都会记住我的名字。才炼气3层，我炼气后期挑战他，会不会显得急功近利，欺负弱小？外面怎么议论都先不管，至少我要先突破炼气4层。我的丹田里怎么会有一块石头？这莫非就是当初砸死我的那块陨石？砸死我的仇家，居然被我养在丹田里！原来将近5年的灵气全都被你偷走了。破石头，你罢了有种出来，我一拳头给你干碎！你简直不出来，我进去也成！什么玩意儿？空间？久违的穿越符力终于舍得到账了。可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远古巨人不像普通尸体，可他已死，怎会吸走我丹田灵气？果然是符号在吞灵气，既吞了5年，我倒要看看你吃饱会怎样。这不是符箓，更像古老文字，很危险，也可能有用。不好，他在排斥我！初阶不行，就换2阶，连2阶都撑不住。这符文比想的更强，3阶也是，越难越不简单，不简单。成了，这力量到底怎么来的？威力未知，先隔音测试。天啊，还好退得快。完整符文太危险，大笔不能乱用，拆开试试。一个最好也能成，1、2、3阶都试出来。破坏力绝了！5年灵气我认，遗体我养，就叫爆破符。完整符文算顶级爆破符。哟，这不是扶风天才桑师妹吗？怎么知道自己现在走到哪儿都丢人，才跑这么快的吗？你谁啊？你居然不认识我！门内7峰，内外门杂役子加起来都上万了。这位师姐，你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能让我一眼记住，然后认出你是谁吗？临水镇乘坐仙鹤前往仙门路上，想起来了吗？原来是当初笑我的富家千金。扶风天才真会忘事，当初我好心道歉，你却不理，害我在师兄师姐面前难堪。做错的是你，道歉是你的事，原不原谅是我的选择。你不会以为道歉了我就必须原谅吧？你现在都不是仙门天才，而是修炼出问题的废材了，你还敢这么嚣张？从头到尾嚣张的人不是你吗？难道是我突然伸手拦下你找茬的不成？你别以为我不敢对你动手！门内禁止弟子私斗，不然会被罚去挖矿的哦。那我就下战题，公开挑战你。不好意思，门内大比即将开启，我要为此做准备，没心思应付你。你若实在想挑战我，就等大比结束后吧。到时你若还有胆子挑战我，我会应约。什么？你都废了，还敢参加门内大比？都听见了没？扶风天才说他要参加那大比，还以为他修为低下会躲起来不敢参与呢。快，谁去一趟内务殿帮桑师妹报个名？他
他亲口说要参加门内大比了，大伙儿可都听见了。对，我作证。我去，我从风师兄是内务殿管事，我去给丧尸妹报名。这是有多怕我不参赛啊？我为何不敢参加门内大比？就算战败，也比不战而败要强吧？重在参与，不是吗？那你悠着点儿，可别被人打死了。我还等着挑战你呢。行，我等着来挑战。离门内大比不到2个月了，这段时间不修炼了，全身细化爆泡符，每阶都储存一部分，面对不同实力的对手就甩不同的符箓，回头再备点金刚符和防御符，先护住自己。符纸用完就去符封库房领。你虽是亲传弟子，但你的修为根本就配不上你这几年消耗的修炼资源，且你一次性要拿走这么多灵石，老夫做不了主，需要跟封主汇报。行，我这就去找师尊汇报一声。修为进度连五行杂灵根都不如，就这也配称之为天才，继续为亲传弟子？我呸！也不知道封主到底是如何想的。连扶风的人都开始怀疑我了，看来这次大比不能再低调了。师尊还在查我修炼的事，可古神空间不能说。师尊，弟子拜见。阿鱼，你突破4层了，修炼恢复了吗？其实没异常，是我把心思都花在画符上，才耽误修炼。你这孩子，为师查了这么久，结果你是自己耽误的。修炼才是根本，怎么就记不住？完了，师尊真气坏了。4年啊，你说耽误就耽误，你当自己已经化神不用修炼了？师尊，我已经有成果了。那你倒是说说什么成果？大比时我给师尊惊喜，从今往后再没人小看扶风，若我做不到，就降为外门待遇。好，为师信你，但别把自己逼太狠。还是没全信，没事儿，大比那日不信也得信。还有什么事儿？一次说完，别再吓为师。师尊，我想领灵石，数额有点大，韩长老让我问您，这点也要问？是5000。5000？你才多大？拿去烧嘛，好不好，师尊？行，给你5000。下次再有事，先说实话。师尊万岁！少贫嘴，灵石给你了，2个月后就是门内大比，这段时间别再乱耗灵力。弟子知道，会好好准备。既然你非要参加，为师便与你讲清楚规则，免得你到时候吃亏。门内大比分3轮，杂役、外门、内门依次比斗。2个月后开启的是内门大比，筑基以下炼器弟子皆可参加，不止你们这一届新弟子，也有前几届弟子报名，所以别轻敌。修仙路上，机缘、等量、实战，有时比资质更能定胜负。阿宇，你当真有信心？我真有。内门前10都有奖励，第1名1000中品灵石，等同10万下品灵石。10万下品灵石，目标改了，我要第1。你这表情怎么像已经盯上第1了？师尊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弟子这就回去闭关准备。1阶防御类符箓100张，2阶防御类符箓80张，2阶攻击类符箓50张，1阶爆符80张，2阶爆符60张，3阶爆破符35张，3阶再画5张凑整，顶端爆破符才3张，遇到炼气大圆满对手怕是不够。时间紧迫，开工。内门大比后，我还要继续研究完整爆破符剩下的符号，底牌越多越安全。大战将至，我体内灵力却被画符耗空了。阿鱼，准备好了没？该随为师前往青云峰了。师尊放心，弟子随时可以出战。哼，还是炼气4层，好好的天灵根苗子，竟被你扶风养这样。掌门师兄，比赛还没开始，至于等下结果如何，看了便知道。看，炼气4层，难道还能升天不成？果然，师尊说的没错，掌门真的会喋喋不休。阿宇，收心观战，积累实战经验。是，师尊。各方都有绝招，内门大比比我想的更难。前3轮结束，留下来的都是核心弟子，接下来才轮到亲传弟子下场。阿鱼，第4轮比拼抽签开始了。是，师尊。别抽中我，亲传弟子个个难缠，太早晋级就悬了。祖师保佑，让扶风丧尸妹抽到我吧！炼气4重传，这可是白送的机会，也保佑我。好啊，都想拿我当跳板是吧？一会儿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福利变噩梦。别急，扶风师妹还没抽完，咱们还有机会。还真把我当幸运签了。剑锋，沈平安，我，幸运儿是我，感谢桑妹抽中我，也不忘我当初大老远的跑去内峰替你报名啊！简直，你要是不提醒下，
我都忘记在藏经阁外上赶着冲去内务峰给我报名的剑锋弟子。确实有因才有果，就用你来立威吧。第4轮第1场擂台赛，扶风桑榆对战剑锋沈平安。扶风依旧没有一个内门弟子晋级到第4轮，接下来唯一的希望就阿鱼了。无论如何，起码阿鱼的心态是好的。桑榆小师妹，不若你直接认输，省得师兄下手重，误伤了你。就你这小身板，怕是承受不住师兄手中这把剑的威力。师兄还想劝我直接认输吗？是师兄我该认输了，我不该轻视任何一个对手的。不过也对，你是天灵根，你连修炼都不在乎，专心钻研出来的符箓弱。那你认输去疗伤吧，以后也不要再轻视任何一个对手了。好，多谢桑师妹手下留情。他是用什么招让沈师弟伤成这样的？一张符箓，你确定？就一张，我发誓，真就一张。2个呼吸的功夫，桑千传重伤对手，赢了比赛。天灵根难道如此难以战胜吗？甚至修为超出大几个境界都做不到吗？我不信。阿鱼，那符箓可是你自创的。他才多大，扶风传承都没学全，怎可能自创符箓？我扶风有哪些符箓，我这个风主还不清楚吗？那符箓我从未见过，力量特殊又危险，绝不是普通灵符。所以这真是他荒废修为自己研究出的新符箓。没错，我说自己沉迷符道，4年荒废修炼并非骗人，而是我悟出了一种全新的符箓力量，我称它为禁忌之力。刚刚那张符，我取名为爆破符。阿鱼，一张新符还算不上完整传承，可我研究的就是完整爆破符传承啊，不止刚才那一种。对，刚才只是2阶，还有别的没来得及试。你倒是捡了个好弟子。我家阿鱼本就是天生符修苗子。行了，比赛继续。我就说我金家世代从商，就没干过赔本的买卖。来，嘲笑我买股失败的站出来！第一步，立威成功。至少从现在开始，没人敢再说扶风只会被人笑话。凭什么同一个地方出来的，我是千金大小姐，他是街边乞丐，他却能是天灵根，而我只是3灵根。难道自己这辈子都要不如他了吗？我不甘心。祖师爷保佑，别让我抽中亲传，尤其别抽中扶风桑师妹。对，我也是。弟子好不容易打到第5轮，千万别一上来就抽中亲传啊！少嚎了，再乱喊祖师爷，便算你们冒犯祖师。赶紧抽！阿鱼，这些弟子都在忌惮你，我扶风这回算是出了大风了。后面的对手不少都是炼气大圆满修士，我符箓的威力，师尊，若是不小心把对手打死了，算残害同门吗？你还能有这种本事？人家先问问嘛，心里好有个底儿。擂台赛真不小心打死，最多算误杀，但若被执法堂判成故意，照样要受罚。那大家还怎么全力打？古长老公正，不是故意，便不会冤你。好，开打前先问认不认输，提醒过了就不算我故意。桑师妹，等我布完阵你再出手成吗？我就想看看我的归元阵能扛住你先前那张符箓的威力吗？行啊，你请便。你这阵风弟子倒是够狡猾，欺负我家阿鱼单纯好骗呢。兵不厌诈。师兄，还没布完？快了。这阵纹好几层，不像一个阵法吧？阵法复杂些。这么明显，当我瞎？先护住自己，看他玩什么。这就担心上了，老夫还担心我那阵风的好苗子被你那弟子给伤到了呢。那可说不准。桑师妹，下次跟人交战，切记不要太过于轻信对方。哦，我记下了。所以现在能开始了吗？扭转连环杀阵，能比我阵风亮出底牌，也算看得起他了。我徒儿若被激怒，废了他也算看得起他。我怕误杀对手，他却一点不怕误杀我，那我还顾忌什么？我阵风的3阶防御阵可没那么好破。3阶的，那就上3阶爆破符，1张不够，就2张。扶风桑榆胜。师尊，我给您丢脸了。天灵根要是好对付，就不是天灵根了。你已尽力，为师看见了，且先疗伤。你亲传师兄会为你报仇的。是。阵修可真狡猾，里面拖时间，暗里全是坑。阵风最看悟性，他们脑子转得快，最会借阵法算计人。难怪师尊，我刚表现如何？您可还满意？好极了，尤其后面几张符，威力比先前那张还大，对不对？那是我新试出来的爆破符，确实更耗灵力。炼气大圆满都未必画得出3阶符，温灵炼气后期也只到2阶中品。那我不急着学3阶，继续钻研自己的爆破符。爆破符能越阶破阵，这条路没错。后面遇到更强对手，既要赢，也得继续藏好底牌。第1场决赛，剑锋林峰对战药锋莫苍。妈呀，毒虫毒蛇对，
妖风风为什么不改名叫毒风？小林哥，你一定要赢，不然让我遇到这种对手，我没被毒死也先被吓死。果然，借助外力终究敌不过真正的实力。不是外力不行，是你休息还不到位。符修同样借助外力与人交战，若遇上丧尸妹，我也只有50%把握胜她。林师弟说的对，是我休息还不到位。回去后我会巨钻药田，配出更强的毒。我希望这辈子都别碰上这种对手，太吓人了。第3场决赛，气风李二牛对阵扶风桑榆。阿鱼，你可要小心了，气风弟子多是气道体修，一个个身躯硬得跟钢铁一般。师尊放心，我会注意的。师妹承让。让不起，这气势就先输一半了，被他锤中一下，防御符都未必扛得住。不，安全起见，先用隐身符，这一局苟着打。可恶，好强！这就是体修的可怕吗？3阶符只扎破一块皮，这肉身太硬了。李师兄且慢，我有张底牌符箓，如果用了会误杀你，可否打个商量？你认输，我收手；如果不收，上顶阶爆破符。丧尸妹，当真？我可立下新模式。新模式都敢发？行，我信你。但师妹，你得答应我，大比结束后将你说的底牌符箓使给我看。没问题，我应下了。我认输。这你胜券在握，可别被忽悠了啊！确定认输？丧尸妹都发誓了，我信她。行，此轮比赛扶风桑榆胜。你弟子最好没骗我徒弟，否则你也发誓说当年没偷看陆师姐洗澡。我那是误闯。你不敢发誓，他敢，说明他坦荡。行，我气风认了。第4场，扶风桑榆对战阵风楚留眼，比斗开始。刚看完幻阵，转头就抽中阵风亲传，这运气也是没谁了。躲不过就破阵。过去压不垮你，就看你最怕的未来。偏门叔叔害死林峰，桑榆，你还敢狡辩？阿鱼，这等威力不该出自炼气4层，我没有，那只是符箓，不是偏门叔叔。桑榆残害同门，拿下！师尊，信我不可能修习偏门术法。为师没法信你。不对，我还没问林峰认不认输，顶级符也还在。这是幻阵，想让我一遍遍陷进去，那我就一层层炸穿你的阵。这是你逼我承受痛苦和恐惧的代价。同门比试，否则我必废你。真修老渣人心窝，迟早遭报应。此战扶风桑榆胜。我讨厌真修一辈子。他都赢了，你还瞪我？这也是成长，往后历练幻阵只会更多更难，提前吃亏是好事，再遇见就有经验了。别哭了，大家都看着呢。挺尴尬的，幻境余威太大，我打赢了都没缓过来。师尊，若我的符箓威力太大，不小心把人炸死了，会被当成邪修吗？阿鱼为何这样问？刚刚在幻境里经历了什么？难道太强也是错吗？我不认。傻阿鱼，你被幻境吓住了。你用的是符箓，不是邪术邪气，更不是邪功。4阶敌金丹，7阶退元婴，9阶甚至能战化神。原来符箓本就很强，是我见识太少，又被幻境吓住，才钻了牛角尖。小阿鱼可缓过来了？让掌门见笑了。无妨，谁还没被镇修手哭过？这群家伙最会往人心窝子里扎刀，我阵法传承本就如此强大。我扶风迟早研究出破阵符，专门克制你们镇修。若真研究出破阵符，造福正道，我阵风自愿替扶风一头。不可，阿鱼是天灵根，修炼才是根本，谁再耽误他，本座跟谁急。是掌门，还是继续比试吧，就剩决赛了。那便继续，看看最终花落谁家。阿鱼，别怕，一切有为师在，真出了事，为师也会拼尽全力保住你。是，师尊，徒儿必然全力以赴。去吧。林师兄，我手中有张底牌符箓，威力无穷，一会儿交战起来可能会误杀，或会废了你。你若愿直接认输，可免遭伤害。多谢师妹提醒，只不过我就没有不战而败的先例。师妹出手吧，师兄但死无悔。有你这句话足矣。好，那我们就一招定胜负。请。他若想立刻催动符箓，绝不会给我准备防御的时间。他给了，我就必须接下。如果这一招都伤不到林峰，那剩下3招也未必有用，我就只能败给他。师兄准备好了吗？师妹出手吧。
这符箓伤害是有多大，连他自己都躲得这么快。那可是2件高阶防御法器，居然全部崩碎了。还好那丫头提前提醒二牛认输，好强！还好我信了丧师妹的话。师尊猜的还不够，破阵那张符跟这张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。师兄还不认输吗？师尊答应我，只要我拿到此次大比第一，就替我从掌门那儿争取异火。我需要那株异火，所以我必须要赢。我也需要那株异火。既然师兄不愿认输，那便继续吧。这么厉害的符箓，他居然不止一掌，这还用打吗？若换做自己，还要什么第一？当然是小命和丹田重要。桑丫头，能问下你这符箓还有几张吗？不多，加上我手中这张，4张而已。4张？桑心传居然还有4张，这要差一个炸出去，林心传还不得碎掉啊！凤儿，不然还是算了。我不。可你这不纯粹送菜吗？又是何必？师尊教导过我，我剑修就该一往前冲，无惧无畏，这才是我们该修习的剑道。若我今日退了，那日后呢？我还遇到更多更强劲的对手，难道我要一步退，步步退吗？这可真是修剑的好苗子，万一折在这儿，多可惜呀！林峰，小桑榆，若只为异火，不必如此。那株异火我要定了。我也要。本座说完，库房只有9消异火，可禁地还有1支苍穹异火，已生灵智，极难收服。本座可带你们去，谁能收服便归谁，如何？不如何？我剑锋弟子绝不战而败。敬你是条汉子，但那1000中品灵石我也要，我也不退。第1名奖励我要定了。行吧，要打就打，死了废了，别怪本座没提醒。冲着灵石来的，你别当众说啊，显得我扶风多穷似的。好一个绝不战而败！林峰，我剑锋以你为荣。林师兄加油！扬我剑锋意志！我扶风剑传大师姐，你是我扶风弟子眼中永远神，逆之必胜。亲传大师姐，必胜！干死他！要不要都这么冲突激烈？我只是想赢奖励，没想真干死他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开始吧。嘿，青云剑法第9式，一剑破万法。是剑意，这小子才练气后期就领悟了剑意，果然诚不谦我也。只有在遭遇生死危机之际，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秀出自己的道。一剑破万法，他居然真的破掉了顶阶爆破符的大半威力。丧师妹，我不再惧你的符箓了。哦，是吗？至少数百张符箓瞬间展开，各色灵光在纸面流转满两号了，承受暴击吧你！桑丫头，不说好了只剩下3张了吗？哦，刚那种只剩3张，但我还有别的符箓，具体都是什么符箓我是不会说的。我从最厉害的开始拍，一张张拍。你出街消耗大，我拍符只要少许灵力催动，便是消耗灵力，我都能挺过你。来啊，继续干！一剑破万法，万剑齐出。符箓为什么不能齐发叠威力？这样一张张催动多累啊！稍微慢一点，不能被击中。一剑破万法，万剑齐出。林峰，不会死吧？大牛一法。此次门内大比，桑榆第1，林峰第2。林峰，你可认？多谢掌门出手相救，弟子战败。是战败，不是认输。他虽败犹荣，确实令人佩服。好，林峰虽败，却输得心服口服，师尊以你为荣。弟子明白，日后定继续赶赴剑意。大比名次已定，前10上前领奖。林峰、桑榆，异火之事，本座说话算话。先领灵石丹药，伤好后随本座入禁地。弟子韩琴见过掌门。上前可是对奖励有异议。若林师兄和桑师妹未能收服异火，可否让弟子一试？弟子也请掌门成全。掌门，看他伤成这样还不忘拯救，成全吧。行，若林峰和桑榆都失败，便给你2人一次机会。多谢掌门成全。异火果然是好东西，我和林峰还没开抢，捡漏的就来了。阿鱼，来，1000中品灵石到手，还有1颗上品筑基丹，拿好了。筑基丹，不错，这都是本次大比第1的奖励。难怪都在拼命争第1。筑基丹这种东西，连青云仙门都不多。可是师尊，我天灵根不是说突破没有瓶颈吗？用上筑基丹吗？是可直接天道筑基，但突破难免有变，留1颗在手有备无患。若回头用不上，再用来交换资源便是。白得的还能浪费不成？那也是。此次过后，我扶风总算是扬眉吐气了。一会儿就去找掌门申请，提高我扶风弟子资源待遇。师尊，我那爆破符要上交吗？傻啊你，那是你自己研究出来的底牌，上交作甚？可我扶风传承不是不够吗？这事轮不到你操心。
爆破符威力太大，绝不能轻易交出去。若留到宗门外，将来有人拿它对付你，你挡得住吗？那我肯定扛不住。所以这是底牌，掌门也不会逼你交出去。等你有了更强底牌，再交传承不迟。弟子明白，多谢师尊。接下来专心修炼，4大仙门大比的希望已落在你们几个身上。师尊既盼你成器，又舍不得你吃苦。我也不想吃苦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太苦了。可风头已经出了，名头在外了，只要练不死，就继续往死里练吧。炼体、炼化、异火都会让我的实力增长，也只能一步一步来了。见过温师姐、梁师兄、金师兄，多谢你们特意来看我。别多礼，我们自带090菜来庆祝你拿下大比第一。你入门5年，一直在洞府修习符道，今日总算能同我们聚一回。这是补给你的见面礼，也是大比贺礼，不多，可别嫌弃。师姐是不是从师尊嘴里知道我缺灵石？我问师尊送什么合适，他只2回的字：灵石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金师兄，这些灵石都是给我。当然，师妹缺灵石早说，我金家2界经商最缺灵石。2界经商不是只在凡俗赚银子吗？凡俗有铺子，修仙界也有，青云坊市还有几家店，多余符箓可批发给我售卖。好啊，但报符不卖。那符威力太大，流到对手手中对咱们不利。待你们筑基，我一定备厚礼回报。好，我们等着。来，喝酒。见过师尊，您神色不对，可掌门那边不顺。师尊别急，符风崛起只是早晚，大不了再等等。弟子待遇只升2成，换风头和同等待遇，要阿鱼在4大仙门大比拿前3。掌门不是不认符风，只是看见出风头的还是阿鱼一人，2成已是看在他的面上，往后还得靠我们一起争。师尊为我们争的够多了，桑师妹让大家看到希望，以后谁还敢轻看符风？我只是不忍阿鱼这么小就背重担。师尊，我讨厌被迫担责，却庆幸遇见您和温师姐。入门起，我想双重资源，你们只心疼我，从不强压。我愿担符风未来。前世被道德绑架的责任不是我自愿背的，符风不一样。阿鱼，是师尊没护好符风，才让你一入门就担责。你不必硬撑，随心即可。你有天资悟性，修炼符道都好。是，师尊，我尽全力。天才名传远，对手不会只在同门，我必须更快成长。这次终于不是一瞬间吸干了，难道真能亮出第2枚符文？消耗11万灵石就换来一个笔画，我都成穷光蛋了，结果就这。之前的想法是对的，不能直接靠灵石硬砸，得让他先慢慢灵石几年灵气，再用灵石补最后的笔画。从2%变成20%，一下提升了10倍。所以11万灵石只值10倍修炼速度半个月，以后想提速就得拼命赚灵石，可我上哪儿赚这么多？阿鱼，掌门师兄让你去青云峰一趟，他准备带你们4人去禁地收服异火。你这副表情是想干嘛？师尊，徒2号上染上了一种没有灵石就会死的病。你不是才赢到手1000块中品灵石吗？不够。符风奖你的3000灵石，收着。谢师尊。走，为师送你去炼气4层，往后我都不敢放你出宗门。我也不敢，先在宗门修炼的变强再出去。丧鱼，算你有自知之明。弟子见过掌门师伯，见过几位师兄。小阿鱼来了，走吧，带你们入禁地。切记，进入后跟在本座身后，莫要四下乱看乱走。那地方于你们这些小弟子而言，并不安全。是掌门。这是凌云峰，乃太上长老洞府。我们只是路过，无需打扰。是。一个人一座峰，还没人敢随意打扰。进入后，本座带你们入异火藏身的洞府内。林峰、桑榆，你2人且各凭本事了。待你2人无法收服楚留玉、韩琴，你2人一样如此。是，谨遵掌门吩咐。掌门，这就是苍穹异火。不错，上任掌门自秘境带回，他也放出边满宗乱窜，靠护宗大阵才拦下。他最后躲进这里，宁可自毁也不肯认主。如今威力不足3成，才敢带你们来收服。那弟子该如何收服他？
上任掌门都强迫不了的异火，只能靠你们自身说服他跟你们走。收服异火，居然靠说服他，这确定能行得通？桑师妹，你是第一，你先来。哼，自己没底，所以想让我先去打个样，可我心里也没底啊。算了，宗门库房还有遗嘱等着我。小火火，这暗无天日的山洞待得多无聊啊，不然跟我出去看看世界呗。林师兄，你上。苍穹，我知你来历，炎帝陨后，你残缺逃入下界，不肯再认主。我是剑锋林峰，若你认我，我愿穷尽一生，助你重归完整。这是我第一次听林峰一口气说这么多话，为了这株异火，他绝对做足了功课。楚师兄，你来吧。在人前不能轻易泄露底牌，那就只能引诱他。若你愿被我收服，这株五行灵火，我可送与你吞噬掉，强化你的异火之身。先礼后兵，既然好好说没用，那便动手吧，谁抢到归谁。我去，忘记给自己补顶阶爆破符了，全用光了。现在身上只有2阶、3阶爆破符，对付人还行，对付会乱跑的异火未必够用。没有顶阶就用3阶，抢异火拼的是机会，不是面子。不好，没杀手锏，只能拿3阶爆破符凑合。桑师妹怎么做到的？她自己钻进来的。好，这孽障总算被收服了。小桑榆，你且在这洞府内炼化它。是，掌门师伯，还请为弟子护法。他认出了陨石，难道是想进石头里？想进去可以，等我回洞府后带你一起，别乱动。这么快就炼化了？是，让掌门和几位师兄久等了。桑师妹只用了2盏茶功夫，不算久等。桑师妹的本事，只怕不仅仅是精通符道。我不服，原本再等等，我便能强行收服苍穹异火。机缘千换，不属于你的，拼掉性命也得不到。是，徒儿受教了。为师还知道一处异火，排名不低于苍穹异火。若能从那丫头手中拿到最强符箓，此行才更有把握。此事已了，楚留玉、韩琴直接归去即可。林峰，库房内那株异火归你，随我前去炼化。是，掌门。韩师兄，等等。桑师妹可有事？那个，带我一程呗。师妹没有飞行法器，师尊怕我乱跑，没给我背。此时出手没人看见，但他的符箓太危险，不可冒进。桑师妹，师兄有事相求。师兄请说。你手中威力最大的符箓，可否授我一程？我师尊交代过，那符威力太强，不能流落他人手中。我可立新模式，只自用防身，绝不转交售卖。韩师兄可有五行剑阵的完整阵法图？应了他。好，我愿用完整五行阵图换桑师妹3张符箓。成交。3日后，韩师兄来我洞府外找我交易。行。只是一具遗体，不用怕。什么？活的？没有生命气息，只有小拇指符文亮着，怎么可能活？阿鱼，可是回来了。师尊请进。这是火系功法和炼体功法，你只能分别选一种精炼。好的，师尊。师尊可有推荐徒儿学的功法？焚火诀要焚烧己身，忍受常人难忍之痛。那这本9转天火诀呢？它只有前3转，只能修到筑基，还必须结合异火入门。小伙，不然你自己选。异火有灵智，难道能读懂功法？玩呢你？小伙觉得这本更适合我，那就这本了。可这功法残缺，你难道指望一株异火连炼体功法都懂？9转断体诀，难道2种功法本就是配套的？这2种功法也是天元秘境带回来的，
我师尊正是去那里失踪。你确定要修九转天火诀吗？要。我比谁都怕死，实力不够钱，才不会到处探险乱跑。为师巴不得你这样，既然想修，便修吧。多谢师尊为我操持，好好修炼。师尊等你出关。一鸣惊人怕是做不到，别又修得太慢就行。韩师兄，你可成剑锋亲传了？我拒了。入门前已拜师，立誓此生只做他一人弟子。他一路靠命去拼，早有自己的道，难怪不肯半路认师。这2张3阶，这张顶阶。2种符箓有相似处，本就是我从叠教部上拆出来的呀。铁呢？不愧是五行剑阵，阵眼牵连很神秘。我有件五行法器适合你，师兄可有东西再换？这是化神前辈洞府所得的残缺符箓，破损太重，价值差的有点大。这石头同出化神洞府，我也看不出品类。陨石和小火都有反应，这石头绝不简单。行，我换了。多谢师妹宽容。师兄在外行走，要注意安全。日后有符道相关，可再找我交易。好，多谢桑师妹。师兄再见。他说再见，便是希望我活着回来。什么鬼？空间内地震了！那块石头到底是什么？也是空间陨石。原来是你错过了这场造化，空间变大了，土地也有了生机，或许能种东西。韩师兄怕是错过大机缘了，下次再补他些路吧。小伙怎么了？可是发现什么了？被打废的上古法器碎片，先收起来看看。桑师妹在吗？别问在不在，只要不死，我一直健在。师兄找我有事？我和灵师姐他们约了去探秘境，小师妹可要一同前往？我修为没提升前，师尊不允许我外出。师妹风头正盛，符道天才之名只怕已经传扬出去。风头正盛，魔道最爱扼杀正道天才，小师妹留在仙门内更安全。外面太危险，我这修为出去就是给魔修送财。师兄说的对，师兄分一半给温师姐，剩下你们均分防身，里面有几十张1、2、3阶爆破符。这么多，谢我小妹，我一定转交给他们。注意安全，回来给我讲秘境见闻。应该没人再来寻我了，趁现在把完整爆怕符里剩下的2个符号拆出来。第2种符号比第1种3阶爆破符多2成威力，方向没错，可以继续测。不对，完整爆破符还有锁定功能。第3个符号也许不是主攻，而是锁定和增幅。金刚符也生出禁忌之力了，若效果增倍，这个符号就能改写符封传承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桑千传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外门师兄不是去通知你了吗？通知什么？我刚外出回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直说。温灵师姐和陈明远师兄在秘境出事了，金师兄伤，被人救回。秘境里遭遇魔修袭击，其他封也死伤不少，7封里有4封都挂了白帆。去忙吧。阿宇，你可还好？师尊，真的是魔修杀了温师姐他们吗？证据确凿，金元宝和其他受伤弟子身上都有魔气残留。师尊，我去剑锋一趟，见韩琴了解情况。智荒，我想拿回储物袋，看那些防身符还在不在，也看仇人实力如何。阿宇，门内弟子的仇是整个仙门的事，并非你一人重担。我知道，但温师姐的仇归我报。去吧，这是之前给你打造的，怕你乱跑，一直没敢给。多谢师尊。早听闻你因温灵师姐入符封，便想到你会来寻我，原封未动。我符封其余弟子的储物袋中，
可有余下符箓？那是替人收敛遗体的酬劳。陈师兄袋中只剩几张一阶符，高阶符没剩。我知道，只是想了解情况。你为何会出现在秘境中？自是寻找机缘。桑师妹可是怀疑我？师兄可有找到自己想要的机缘？倒是有所收获。这女娃好生机敏，竟这么快怀疑这场灾祸是因你而起。此祸非我所愿，却因我而起。万魔殿明艳，下次必不让她好过。师兄可探查过凶手是魔门哪个门派？具体是谁？不知。我只是难以接受现实，并未怀疑你，也感激你带回他们遗体。金元宝为你所救，你是在哪儿遇到他的？他被魔修追杀，我恰好路过，将他带去藏身地，等秘境结束才回宗门。我知道了，谢谢韩师兄告知这些。他与我之间终究生了隔阂。都怪我，是我没保护好温师姐他们。谁知道出门一趟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？金师弟实力还不如他们，能侥幸逃脱已是万幸。昔日给你的防身符箓，你可有按我所言尽数分给大家？我发誓，全都分下去了。温师姐推辞过，我们都没要。路上我们都在聊你，聊扶风未来。陈师兄还夸你最懂感恩。抱歉，金师兄，我只想了解仔细些。所有扶风内外门弟子听令，两位师兄师姐已安葬，扶风未来还得靠我们。见过新传大师姐。我新研发出加强符箓威能的方法，3日后在我洞府外开课。此法不可大肆推广，万一外传，会是我青云门一大失。尚师傅言之有理，我也不建议这么干。应查清来路，立心魔毒誓，外传者必受天道惩戒，因果自负。可，金元宝、商锦师兄，此事交给你们办。是新传大师姐。温师姐、陈师兄，阿玉画给你们看了，此生还会有重逢之日吗？炼气后期，我终于突破了。5年为了我上百万灵石，断体2转，天火1转，爆破符供不应求，可资源花的比谁都多。第2枚符文更危险，先稳住修为，再研究它。桑师妹，阵风团购成团了，一直催调货。这才多久？要什么符？2节爆破100，3节50，加强版2节攻击符各100。加强版符箓让其他扶风弟子画，爆破符我来画。若师妹不缺灵石，那就找别人画。我当然缺，可4大仙门大比快到了，没时间全赚。10日后再来拿货，我现在开始画。货交了，现在该进空间，把无纸上的新符文拆出来。比顶阶爆破符还难画，也更危险，必须立刻吃威力。不是爆炸，是重压。这个新符人像能调动无形重力。还好提前布了隔音阵，不然整个扶风都要被惊动。都上前！本次赴太乙仙门，4大仙门新生长同台，抽签分轮对战，切不可轻敌。掌门，可否说明对手予以奖赏？对手各有绝学机缘，前10有赏，前3最重，胜负也有风险。青云宗此次共11人参赛，剑锋、符锋、药锋、阵锋、气锋皆有人入选，你们代表宗门出战。那是剑锋压境10年，只等再战天剑门。我修为最低，但这些人都不是省油的灯，不能大意。头名天元果加1000上品灵石，次名高阶伐布加500，天蚕宝衣加100。天元果能炼天元丹，天蚕宝衣等同多一命，这奖励确实重。第一就是1000万下品灵石，暴富机会了，可高手太多，不能飘。小桑榆5年才炼气后期，又钻符道去了。是，但此次大比，我觉得自己没问题。前3不算威风旧账，
拿不到，扶风歪掉那事儿，本座亲查。我没听见，掌门一定是在诈我。青云峰有座空之主峰，你若拿第一，本座让给扶风。必须第一，前3不行，对手太强，我未必干得过。前3只够不计较威风，第一才换风。新主峰加灵石，拼了也值。该交代的都清楚了，3日后出发太乙仙门，都退下。桑榆，我需要你手中的顶阶爆破符，开个价。我仇家不少，想单独前往，免得牵回同门。可，那石头与我有大用，我再送你几张金刚符防身，去我洞府换。韩师弟留步，我没有恶意，只问一句。我与师姐并不相熟，请直说。月灵秘境，岩浆洞府，黑衣斗篷银面具，是你吧？我听不懂。你救过我，放心，我不会说出那件事。不会说现在又提，这不是威胁我吗？此女不可留，不让桑榆知道更多。我还有事，大比后再说。你们若有事，我可另约。不必，就现在。他看我像情敌，别暗杀我。桑妹，是我眼花，扶风似乎往西倾斜。师尊施法不慎打歪，掌门已罚，此事的莫外传。能打歪主峰，扶风这几年到底藏了什么底牌？洞府内不变，请师兄在石桌前换。上次石头与我大用，我补你2张爆破符，6张金刚符。这是残片符册，免得你误会。竟有3种完整5阶符，走，找师尊换等价宝物，绝不让你吃亏。这本书与我无用，说好送给桑师妹，便不是交换。可你就这样白送我，我那些符箓只算补偿。上次你给的金刚符救过我的命，世间宝物难比性命。3种5阶符箓都是扶风丢失传承，拿去给师尊能换不少灵石。这些4阶符也给你，下次若遇到符道传承，再来同我交易。好，日后有缘遇到，尽数替桑师妹取来。我知师兄一路靠争机缘成长，但命只有一条，别拼太过。我知道，他果真怀疑我。他认定与你有关，却未全怪你，是个明事理的孩子。若立场一致，可合作共赢；若立场相对，我也不会留情。爆破符、排山倒海符都要补足，再去阵风买符阵，底牌越多越好。4大仙门大弊在前，时间紧，灵石也紧，先把能用的底攒够。要打架了，准备越足越安心。韩琴没同行，看来看真打算单独走。2位金丹，4位筑基，应是保镖，第一次离宗，不能乱看热闹。先记清楚谁能救你。师尊连夜给我画了5张5阶符，又塞了几10张4阶符，真亲师尊。上千张符箓还是不够安心，路上继续画，能多1张是1张。此次弟子都算沉稳，拿得出手，唯独飞扬心魔一关最让人放心不下。师尊，那位扶风小师妹画符倒是认真。飞扬何时对那丫头感兴趣了？若你进前3，为师可去提亲。弟子绝无此意，只是好奇他所绘制的符箓。好奇便去看看，等安顿后再熟悉也不迟。前辈救命！我太玄在腾龙山脉遭魔修袭击，长老正拖住他们。老夫最多派1位金丹长老，携2名筑基弟子相助。若见死不救，传出去贵残名声恐怕不好听，为正道不容。能救就不错了，还嫌人少。你这话听着可不像正道人士，宁可现在出手，也不能让整船人跟着他们入局。你这魔门弟子，竟敢冒充正道人士，坑害我们！小桑榆，你怎知他们是魔修？他们若不是魔修，怎会道德绑架我们？不救就成恶人。他们的命是命，我青云门弟子和长老的命，难道就不是命？桑师妹行事草率，若那2人真是太玄门弟子，你又该如何自处？你更愿意带上所有人前去，把大家置身险地。若他们是受威胁来引我们上钩，你负责吗？你没有证据，一切都只是臆想。出门在外，防范不可无。桑师妹没错，他们出言冒犯青云门，即便桑师妹不出手，我也会出手。小桑榆说的有理，但下次行事不可再这般鲁莽。按仙门规矩，滥杀无辜，应去思过崖10年。我怎么觉得师姐看我不顺眼，故意针对我？你恶意辱骂我，回宗门我必上执法堂。同为秦传，扶风就我一个，比你尊贵多了。好了，都别吵了，此事自会查明谁是谁非，
回宗门自有定乱。非洲将至太乙仙门，眼下大比要紧，一切等比赛结束后再说。2阶600多，3阶350，4阶60多，5阶5张，顶阶50张。桑师妹，你可是青云门第一个来参加仙门大比的符修，别以为符箓充足就稳了，其他仙门也有符师参赛，传承可没断。符师对决不是只能用自己亲手画的符箓吗？若作弊，事后查出会废丹田，逐出修仙界，一般人不敢如此。若遇强敌，你借我几个厉害攻击阵盘呗。那我若遇强敌，师妹可借我攻击符箓不符阵？成交。你们两峰研究符阵，真让人羡慕。当着外人的面，不许这般让人看笑话。稍后本座入主位观战，你们由黄奕带去弟子席，一切按规则行事。是，弟子谨遵吩咐。那是青云门弟子，白衣服那个女子是青川。咦，怎么还有青袍内门弟子？那个少女应是扶风弟子吧？青云扶风不是早没青川川吗？本座元业监督本次大比，保绝对公平公正，谁敢违规，休怪本座当场诛灭。真君且慢，我天剑门有事相求。我们弟子与青云古飞扬10年前定下生死斗，请真君准许。有何不可？当我青云剑锋弟子怕了你天剑门小儿？既然两门都应，那便上生死台。大师兄击败他！大师兄加油！击碎心魔！10年不筑基，只为今日一战。剑修真固执，今日不是切磋，是旧恨清算。就凭青云剑修，在上官师兄面前毫无胜算。凭什么？凭你脸大，废同门丹田也好意思吹？你们天剑门的剑就是邪剑。晋升，赛前生死斗正式开启。10年了，你还是只会躲吗？青云剑第一式，剑出西山。等你出尽手段，我再斩你。青云剑第9式，一剑破万法。身为剑修，却依靠外力护身，你也配为剑修？生死斗里还讲客气，我有违规吗？我只求赢，脸面能值几块灵石？这防御法宝可不是你能破的。雕虫小技，这就破你法器。9剑连斩，灵力耗太快，古师兄不能拖。无敌天剑，最强一击！卑鄙！你天剑门弟子枉为剑修。生死斗各凭本事，他并未违规，未违规，但身为正道剑修，确实没脸。顾飞扬，无论如何，师尊只要你活，我剑道决斗，绝不依靠外力，誓死不为。符箓都收了，为什么不用？炸死他！青云13式剑指苍穹！大师兄居然悟出了剑指苍穹！剑指苍穹，这招很强吗？那是青云剑道断层里的传承剑招。青云剑锋古飞扬胜，剑门大比正式开启。丹田被毁，仙路断绝，飞扬，你糊涂啊！师尊，弟子不悔，即便仙路断绝，我剑心依在。丹田被戳破，可有治愈的可能？难，需要多种天材地宝，但一样都极难学。可惜了，你们剑修都这么固执吗？真正剑修以命护剑心，我做不到他们那般纯粹。我修的不止剑道，至今也未悟出真正剑意。但我感觉你以后会比剑修强大。小师妹何出此言？直觉。她对我仍有迷之自信，却绝非男女之情。桑师妹，你手气好，你去抽。有没有可能我靠的不是运气，而是实力？青云门抽签方，我就说桑师妹手气好吧。前期不会抽中本门弟子，前10后才会遇到同门。怕什么？遇上你们再干一架就是。若遇上桑师妹，我不会手下留情，奖励太重。嚣张，干他！谁都别拦我，遇到天剑门弟子，我立马生死斗。小师妹，不可胡闹！你要找死自己去死，别牵累青云门。若不杀一个天剑弟子泄愤，有违我道心呢。我丹田已废，青云门不能再失去你这样的天才。那若是天剑门弟子主动要求生死斗呢？
那便击杀他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可恶，符箓对轰有什么意思？我想打天剑门啊！等下要是约我生死斗可咋整？怕啥？实力悬殊就认输，不丢人。3阶排山倒海符和爆破符5000灵石一张。你这是趁火打劫，排山倒符又是什么？新符箓一拍就能撞飞对手，搞不好直接赢。我加钱，多卖几张，最多2张，再加1张底牌，用了就是10万灵石。打死我都不会用，10万灵石够我炼多少丹啊？别心疼，命比灵石贵。行，我先付一半，剩下回宗宗再给。你青云门敢杀我天剑弟子，我今日必斩你！青营弟子可应战生死斗，不应可认输。罢了，有丧师妹的符箓，拼一把。我青云门李元昊应战生死斗。丧师妹，我不会死吧？不会，先推不下去就从上往下压，再用爆破符炸，照我说的做，别慌，别给他喘息。好，我信你。卑鄙无耻，上来就依靠外力，这点符箓就想赢我，做梦！我是丹修，你站着别动，我也能把你炼成人丹。别急，丧师妹说了，先推再炸。卑鄙！看我天剑一击，一堆破符也想压住剑修。上官圣母金刀符，没你天剑门上官符丝卑鄙。继续，排山倒海符压，爆破符炸。我只说能压，没说你拆得动。剑修若依赖外力，对敌判断果然会乱。旁观都能看出他开始乱了。啊，忘了，我还有法器没用。法器也算外力，我又不是剑修，能用就用。也跟着烧来的，完了，这一击没打中他，反倒把压他的重招打碎了。你还真是给了我意外之喜啊！现在轮到我了。不好，他重伤还这么快，我先躲开，不能被这一剑刺中。攻击法器奈何不了他。拼了！符阵给我炸！这符阵威力也太吓人了，青云门符道不是断传了吗？青云丹峰李元昊胜，赢了！丧师妹，你给我的符箓和符阵太好用了。晨会12万灵石。回宗门后记得多炼丹脉。我举报，他炼气7层绝不可能画出3阶符箓，你自己画不出来，就觉得别人都跟你一样废吗？你有种现场画，若你画得出来，我直接认输。行啊，正好我带了全套工具。我扶风小师妹6岁就能越阶画符，16岁自创符箓，愿赌服输，莫丢门脸面。真的是3阶符箓，我认输。此战青云扶风桑榆胜。青云门可以啊，连胜2场。那桑榆长得好看，说话还挺凶。还以为跟符修斗法要消耗不少符箓，谁知只用了1张。好运恐怕就这一回，接下来没人会小看你的符箓。无所谓，反正我符箓够，能遇到让我高看的再说。韩师兄，你怎么了？记住台上那个人，他是魔修，若遇到一定要小心。魔修？你认识他？确切说是魔修神魂伪装成太乙弟子。那我们为何不直接拆穿他？没有证据，他不会承认。神魂追影术会伤神魂，宗门不会轻易用。你能认出他，是因为他与你有仇？是，我曾乔装夺走他沙丁上的异火，他泄愤杀人，温灵芝因我而起。猜到了，若他认出你，岂不是为青云门招祸？只要我不用异火，他便认不出我。想办法暴露，引他单独出来，我们联手杀他。我上场便用异火，之后借口去太乙访胜。师兄，我们今日比完了，我想去太乙坊市逛逛。恰好我也打完了，我陪小师妹去，保护好扶风宝贝疙瘩，若出差错，沐风主饶不了咱们。2位青云门师弟师妹，可是要去太乙坊市？见过林师兄，我们正想去买些画符工具。林师兄若熟悉坊市，可否为我们带路？正好我要购置丹药，一起吧。3阶灵符怎么卖？100灵石，买不起别问。你什么态度？比我的还贵，回去涨价。扶风迟早抢下符箓市场。加强版只多一个符号，不怕偷师？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。师兄也吃。母亲，温灵，
这个猪蹄倒让我想起从前。师妹若还想吃，先换些凡人银两。一块零食不能买吗？一块零食值100两金子。什么？我刚才吃掉了100两金子啊！一起回仙门吧。韩师弟，等等我！蓝师姐怎会在此？我专程来找你的。师妹可是阵风亲传，与我合作如何？你想怎么合作？替我杀了桑榆。可以，路上细说。计划变，蓝梦蝶跟来了，怎么办？杀。他毕竟是同门，先把魔修身份告诉他。他若肯配合最好，若坏了话，只会牵累你我。那就先给他一次选择。好，别让密燕察觉。蓝师姐，灵师兄是魔修伪装，稍后您只需配合我们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帮你们。林师傅，桑榆交给你，但韩师弟不能死。可以，等进入无人山林，我先动手，你见机行事。不装了。韩琴，交出异火，饶你不死。做梦！韩师弟，桑师妹，我来助你们一臂之力。师妹，快逃！蓝梦蝶果然想坑我，把韩琴给绑走，独自留我在这儿。青莲异火来日再收，今日先取你这苍穹异火。你怎么体内有苍穹异火？蓝梦蝶告诉你的。满脑子情爱的女人最好利用。脑子有坑的女人确实好忽悠。苍穹异火，拿个你！想要我家小伙啊？不给哦。腐朽有意思，可单靠符箓这种外力，赢不了本座。这是什么符箓？居然有如此爆发力，本座小瞧你了。你的魔气能重新凝聚，我倒要看看它是不是无穷无尽。天魔附体，实力完全不在一个层面，普通符箓不够，必须上符阵。这是什么阵法？符箓结合阵法，威力怎会这么大？原来不是无限凝聚，每被打散一次，魔气就会削弱。排山倒海符镇压，五阶金刚护体符挡五阶真魔符阵。青云宗符道明明断传，你哪来的五阶符箓？天魔魔钻噬魂阵，九转天火诀，降火火魂，五行暴辟符符阵，给我破！再耗下去，高阶符箓和灵力都要见底了。韩师兄，蓝梦蝶呢？死了。他出卖同盟，死有余辜。你不杀他，我迟早也会动手。师妹，抱歉，我若再晚来一些。师兄不必道歉，是我人生阅历不足，把同门之谊看得太理所当然。兄弟背刺，同门相争，本就是弱肉强食。我不会再犯第二次。温师姐和陈师兄他们的仇已经报了，小妹妹会原谅我吗？我怪过你吗？你气运太好，会影响身边人的气运。我不愿与你为敌，却也不敢与你走得太近。温师姐他们的下场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我懂桑妹妹的意思了。我们仍是同门师兄妹，不靠太近，也不是老死不相往来。好。弟子探看访视热闹，回来晚了。弟子与桑师妹一路同行，并未遇到意外。回来便好。今日我青云门7人晋级前20，先各自休整。大力、江凌天和蓝梦蝶都输了，蓝师姐赛后还不见了。他比试时心不在焉，输了便离开，至今未归。可要弟子们出去寻找，不必影响明日大比。本座会派长老和筑基弟子搜寻。今晚符箓消耗太多，明日还要大比，恢复后必须赶紧补化。明艳和蓝梦蝶的储物袋都在韩琴手里，见者有份，明早得去分一半。谁？韩师兄，是我啊。桑师妹找我有事？昨晚还叫小师妹，今天怎么连姓都带上了？昨晚杀了2个人，师兄难道没想过跟我分赃？他的阵盘和锁仙绳正合我用。我尚未炼化，桑师妹挑一个。魔修物品多染魔气，我能净化，你拿蓝梦蝶的更合适。可以，但魔修储物袋里的灵石必须分我一半。这不公平。那你拿蓝梦蝶的，我拿魔修的。50多万，下次再有这种好事，师兄一定喊上我。师妹不怕我影响你的气运啦？当我没说，我先回房。他昨晚根本不是在拒绝我，只是单纯怕被我的气运牵连。
重拳全打在棉花上，还被分走大半收益，我到底在气什么？附近300里都搜过了，并未找到蓝梦蝶的踪迹。蓝师姐不会真出事了吧？若今日大比他仍不出现，只怕已经凶多吉少。太乙仙门也在找一名昨日失踪的亲传，同一天失踪2名亲传，莫非又是魔门手段？你二人昨日离开仙门，可遇到反常之事？我们只去坊买东西，没遇到异常。我始终与丧尸妹同行。若坊时有人看见我们和他们同行，大氛围盘查，迟早会查到。只能向风主坦白，由他出面交涉。那灵石要交吗？储物袋里没有灵石。对，魔修储物袋我从未见过。那名太乙亲传被魔修侵占，在坊室外袭击了我们。蓝梦蝶被魔修杀了，我与韩师兄联手才将他诛灭。胡闹！如此的大事，你们昨夜便该上报。弟子力竭出战魔修，打算恢复后禀报。我去向杨业真君说明，你们都是青云核心弟子，老夫信你们，但太乙仙门必会传问。若他们不信，会用追查神魂残影的术法吗？谁敢？青云宫也不是任人欺辱的。魔修觊觎你我一伙，这是事实，必要时可立新魔师自证。本座先去交代清楚。黑珠中的神魂满是魔气，看来那名太乙弟子早已被魔侵占神魂。这魔修是你二人诛杀的，可有证明？这要如何证明？真君试问，你们凭什么击杀筑基后期魔修？师尊给了我3张5阶镇魔符，我还用了自创符箓和5行爆破符阵。我与韩师兄几乎耗尽灵力，才将魔魂彻底打散。2个炼气后期真能杀筑基后期？况且你身为天灵根修炼10年，为何才炼气7层？他一心扑在符道上，6岁月劫化符，11岁创爆发符，炼气4层便拿下门内大比第一。昨日我也当众月劫化成3阶符，真君若不信，大可等大比结果。他还创造出多种新符，并研究出增强所有低阶符箓的特殊符号。若你能拿下大比，本君便替元庭做主，与你定下婚事。太乙还可用高阶符道传承作为聘礼。弟子只想钻研符道，男人只会影响我画符的速度。别人只影响他画符，为何我却会影响他的气运？补齐青云遗失的符道传承，你也不动心？弟子一心追寻大道，对婚嫁没有兴趣。他年岁尚小，还请真君莫怪。大比结束后，太乙自会前往青云皮亲。先别再顶撞原野真君，今日若让他彻底下不来台，青云门往后恐怕会有麻烦。可我根本不想嫁人。他们看重的只是你的天赋，所谓结亲，不过是变着法抢人。先忍下来，回宗后再想办法。你们二人诛杀魔修有功，大比结束后，本君自会论功行赏。太乙因失察造成的损失也会全部补偿。晚辈替青云门弟子谢过真君。剑锋师伯，我不比了，我要退赛，回青云门找师尊和掌门师伯做主。不可任性，便是你师尊和掌门在此，也不敢随意驳叶真君的脸面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，竟把你逼到退赛？原叶真君竟逼我跟他弟子定亲，简直为老不尊。什么？他竟敢强逼你定亲？我根本不愿意，他凭什么替我决定？若太乙仙门执意施压，宗门会不会为了大局，逼桑榆接受这门亲事？若宗门不经我同意决定我的人生，我立刻脱离青云宗，去做散修。宗门尚不知此事，你怎能先断定会舍弃你？连这点信任都没有。我只是把丑话说在前头，绝不接受道德绑架。此事需太上长老绝对，宗门绝不会轻易放弃你。这里仅是南域，大不了我往东西北任意一个方向跑，总有容身之地。一切回宗宗后从长计议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剑锋都站你。阵风也不会坐视不管，绝不让太乙强迫你。早知如此，当时便该说小桑榆早与我宗门弟子定过亲。剑锋师伯，千万别说是我，不然弟子能不能活着回宗都难说。太医不能明抢，才借婚约截取天灵根，我只是嘲弄，并非真的怕死。就算真这么说，太医也会私下彻查，若查出是假，还会扣我们欺瞒元婴真君的罪名。此事回宗在意，眼下不能先乱了大比阵脚，今日必须尽可能多拿下前10名额。韩师兄，我们联手再布符阵，能杀金丹吗？不能。筑基后灵气化液，力量远非炼气可比，高阶外液需大量灵力。昨夜只是符箓克制魔气，我们只能牵制，杀不死他。
可你那座小塔明明一下就把魔修收走了。它只克制妖魔两族，对正道修士作用不大，而且法器期残缺，能使用的次数有限。好吧，那东西北3个方向有没有适合躲人的地方？北域是魔修、鬼修与邪修的地盘，几乎没有正道宗门；东面则是10万大山妖族领地，仙宗常年与妖族大战。一个全是邪修，一个常年打仗，这哪是逃命，分明是换个地方送命。西域多佛宗常与邪魔交战，中土最安全，却被顶尖仙宗占据。天眼宗可凭一宗镇压四方。那中间呢？我留在南域，只因出身凡尘，离这里最近。若袁庭也不愿结亲，我便说服他一起演戏，先定亲，再拖上100年，等他化神，我结姻，谁还怕袁真君？若那金丹修士容貌很合师妹眼缘，师妹会不会假戏真做？得长得像杨洋，完全长在我心坎上才行。杨洋是谁？原来师妹早就心有所属。只是欣赏，是我得不到的人。天色已晚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对师妹名声不好。又不是第一次，怕什么？我又没惹他，突然赶我干什么？绝交就绝交。你小子遇上个没开窍的小姑娘，可真是难为坏了。他不是没开窍，只是单纯看不上我。他天生反骨，那老东西未必能如愿。你先筑基结丹，强到能护他再说。他连金丹都没放在眼里，可我成长得太慢了，我必须更快变强，才能护住想护的人。我要拿下1000万灵石，尽快激活第3枚禁忌符文，成长到不惧金丹远迎。青云门占了5个前十，他以这是忌惮他们，才想用联姻把天灵根抢好吧？弟子于不凡见过未来师母。我努力决赛，却被他们操作成靠联姻上位，简直欺人太甚。看到了吧？早就听说内定了，可冲啊！我与你师尊8字还没一撇，现在这般称呼早了些。大比之后亲事便会定下，只与您平辈相称，反倒是弟子失礼。废话少说，开战吧！既然你们不给我留脸，我也绝不会给你还手的机会。好，小女娃果然拿下大比第1，本君便成全你与婚事，佳偶天成。冷静，师伯保证不会逼你嫁人，离开太乙仙石前不可冲动。本次大比第1名青云门桑榆，第2名太乙仙门于不凡，第3名青云门林峰。弟子谢过元烨真君。听说你只爱灵石，3日后上门提亲，聘礼便换作5000万灵石，投其所好。哟，这丫头害羞了，早些回去告知天魁真君，3日后本尊会携元庭与聘礼亲自登门提亲。是，晚辈定将此事如实禀报。本君看中的不是天灵根，而是他足以威胁太乙仙门的符道巫术。这等天才，要么归我太乙仙门所用，要么就趁他未成长前毁掉。元烨那个不知分寸的，我恨他一辈子，此生不嘎他泄愤，我枉为人。快闭嘴吧！你不惜命，可别让外面的人听见，牵累了整个青门。我坚信宗门不会逼师妹做不愿意做的事，我也相信宗门，大家都会护着你。你们都努力修成元婴，以后一起干他丫的，居然敢强行让我定亲！元烨真君3日后便要上门提亲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，立即收拾，连夜回宗。本门太上长老从不屈服，也最爱惜天才弟子，回宗后必会给你交代。真的吗？老夫保证，别怕，师伯现在就带你们回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回家。若宗门真护不住我，我最后能带走的家，也只剩扶风洞府与师尊了。元庭见过师尊，今日修行可顺利，可曾遇到瓶颈？弟子一切顺利，师尊亲自前来，可是有事吩咐？为师来与你商议终身大事，对方同为天灵根，符道悟性罕见。弟子早已说过，一切以修炼为主，不谈儿女之事。他16岁便自创禁忌符箓，是个天才，还拿下4门大比第1。这符箓法道之力，我从未见过。他才炼气7层，竟能如此轻易击败不凡。
为师活了800载也未曾见过，这正是他自身溢出的力量。修仙前期靠资质，后期靠悟性，为师未必能等到突破化神的气。师尊迟早能突破境界，成为化神修士。为师只剩400载寿元，太乙仙门的未来终究要靠你。可弟子与那位女修素不相识，感情可以培养，多见几面，多送些他喜欢的灵石，听为师的，为师不会害你。师尊。修仙30余载，我从未动过凡心，这炼气7层的小丫头倒有几分意思。交出天灵根，饶尔等不死！这等威压远超元婴，难道真是隐世化神大能？前辈，天灵根乃青云门弟子，与我天剑门无关，我太玄门也无此弟子，还请前辈放我等离去。本尊从魔门得知大比有天灵根，寿元将尽，只求传人，教人便可活命。我青云门数百年才得这一位天灵根，还请前辈另寻弟子，手下留情。放肆！弟子没了还能再招，江真人莫要冥顽不灵，性命要紧。本尊只给3息，1、2。桑榆，韩姐回来，那是化神修士，你追上去又能如何？师尊，现在该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必须立即回宗禀报掌门与太上长老，我青云门怎会遭此横祸？师尊，您似乎并不担心桑师妹。神秘人是本门太上长老伪装的，韩琴那傻小子根本追不上。当真？太上长老自有伪装化神威压，此举正是破解太乙仙门逼亲之举。所有人立下心魔，是绝不外述真相。回宗后都给我演得伤心些。从今日起，对外青云门再无桑榆，扶风再无亲传。师尊，你怎么会这里？弟儿真的快被吓死了！快别哭了，亲自掳走你的是本门太上长老，可见他有多看重你。弟子先前不知身份，多有得罪，请太上长老恕罪。本君不会与你计较，这么点路，提前说了反倒容易露馅。小阿瑶，时间不多，你尽快交代。后面有条小尾巴，本君去打发。阿鱼，接下来你不适合留在宗门，这是大家共同的决定。两门实力悬殊，正面硬扛护不住你，还会牵累宗门。师尊不必解释，族人明白，你们是在换种方式保护我。这里有师尊积蓄，各封心意，掌门补偿，还有足够你50年修炼的丹药灵石。御寿封还送了极品灵兽蛋，契约术、4阶符箓与3种5阶传承也都在里面。50年，得有多少灵石？师尊，以后弟子真的要一个人在外修行了吗？我舍不得您。傻阿鱼，师尊又何尝舍得你？可只有暂时离开，你才能真正安全成长。这是太上长老给你的完整青云剑法，天灵根不修实在浪费。玉简只能读取1次，记下后自毁，以防传承流失。弟子会抽空休息，不负太上长老与师尊期望。这2件可改换容貌、遮掩气息，元婴以下都看不穿真身。元婴修士不会亲自搜寻，你谨慎行事，便能避开太乙耳目。我已被掳走，太乙仙门还会搜查我吗？太乙仙门必会怀疑。南域从未出现化神修士，他们心有忌惮，不敢明察，只会暗中试探。那我之后去哪儿？先看这张南域完整地图，最大的片区便是凡人区域，标红处都是散修坊市，紧邻妖兽山脉。散修多靠猎妖换取修炼所需，坊市由修仙家族掌控，但他们都不如宗门弟子资源优越。你虽要独自生存，却不会缺员，明白吗？弟子记住了。好孩子，你还会回来的，对不对？扶风是我家，我不回来还能去哪儿？我的阿玉如此优秀，怎么这么早就被人惦记上了？都怪师尊把我培养得太好了，往后可没人陪师尊撒娇，也没人3天2头打劫我了。师尊放心，只要不被迫嫁人，我一个人也能好好修炼。这是排山倒海符和爆破符的完整传承，弟子想交给师尊。阿鱼，师尊不能要。若弟子有3长2短，传承便断了。师尊全当替我保存，也可传给门下弟子。好，师尊暂且保管。但你是扶风下一任封主，要可回来亲自教徒弟。等我学成归来，师尊就做扶风太上长老，我来封主，定让扶风发扬光大。好，师尊等你。太上师伯，弟子该交代的都交代了。这小子怎么处理？韩师兄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
他能辨别方位追来，秘密不少，连本君也看不透。带回宗门，还是留下给你当保镖？韩师兄大担心我真被掳走了，能否唤醒他，让他自己选？他若非自愿，我不想耽误他的前途。桑师妹，沐风主，这位前辈是？这是本门太上长老，宗主安排我师宗去散修地界，韩师兄愿同行。师妹可想我一起去？当然想，我初次离宗，不属外界，有师兄在，方便多了。方便多了，只是为了方便。好，我跟师妹一起走。太好了，师尊太上长老可否也将韩师兄未来50年的修炼资源提前给他？50年的资源？当真？本君只有元婴修士所用丹药，没有炼气期资源。我的资源全给阿鱼了，那就全部换成灵石吧。本君只有上品灵石，100上品灵石抵他50年修炼资源，可够？够！谢太上长老恩赐，弟子定会照应好桑师妹。待我2人结丹后，便返回宗门。他是天灵根，50年足够结丹，你是5行杂灵根，怕是不够。弟子会全力以赴。你小子机缘加深，可气运前期消耗太多，后期必遭反噬，事急必反，好自为之。这与师尊曾经对我提醒一模一样。弟子谨记，多谢太上老提醒。天色已晚，本君送你2人离开腾龙山脉，之后自己赶路。出门在外，一切小心。多谢太上长老仓促出关，为弟子的事费心。弟子定会好生修炼。太乙仙门施压之仇，我日后必报。青云门的仇，无需你一个小辈来报。太乙如此施压，根本没将我宗放眼中。只要此次顺利糊弄过去，不出30年，青云门便会多出2枚元婴长老。届时太乙会忌惮，你2人安心修炼。可若没糊弄过去呢？那便是青云门的结束。本座自会保留宗门底蕴，静候来日。若宗门因我受损，不然弟子还是回去联姻的。你真以为青云门是在为你一人折服，大动干戈？难道不是吗？即便没有今日之事，青云门与太乙仙门迟早也会有一战。为何？3大仙门多年都只有1位元婴，唯独天剑门有2位，也是因其中1位寿元将尽，才被允许再诞生1位。太乙仙门不允许另外3家任何一家做大，他们亏心事做多了，怕遭反噬，也忌惮3家联合，所以诸多劫杀天才、压制结婴的脏事，只敢暗中去做。那些失踪的前辈也与他们有关？太上长老最有望结婴的弟子，外出历练时死得不明不白。我师尊也是半步急，却在秘境失踪，恐怕凶多吉少。其他2门也有类似之事，别再追问，这不是你们能操心的。弟子明白。收拾一下。是，弟子马上准备。韩师兄，你这一身银面黑衣太显眼了。确实显眼，这张人皮面具给你。多谢太上长老。这样便看不出原本身份了。走吧。阿鱼，无论外面的路有多难，都一定要平平安安回到青云门。师兄，我们去哪儿？师妹现在不担心与我走太近会影响你气运了？担心啊，但我被人掳走，只有师兄一人担心我安危追来了。我突然觉得那些也没那么重要了。是吗？师兄似乎对我有心结。难道不是师妹因为温师姐他们的死对我有心结？你当初是单独行动的，对吧？是。你取异火的时候，也不知道会有魔修来抢退吧？是。此事依你而起，却非你之过，是魔修残忍。你没错，我因温师姐之死不适也没错。如今仇已报，我的心结已消，师兄为何还没消？是师兄气量小了。往后要相依为命，早说开也好。师妹想去人多的地方，还是人少能专心修炼的地方？闭关修炼想清静些，出售灵符又想人多些。可驻坊市租灵脉洞府画符售卖，但仙门坊市长期压散修，你洞府也易暴露身份。那就去三花坊市，地图标注那儿有3阶灵脉，灵气足够充裕。三花坊市是上等坊，花销会比一般坊市大。没事儿，修炼资源暂时不缺，我还能画普通符去卖。行，那便去三花坊市。妖兽白日一般不伤人，散修常组队进山，妖兽浑身是炼器材料，越高阶越值钱，也越危险。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入青云门前，我也是散修在坊市待过。师兄有50年修仙资源，不差钱。师妹手中的灵石也不少，需要我替你算算？我钻研符道消耗巨大，这点灵石用不了多久。
入坊费自己交，洞府和生活开销一人一半。非要算清楚。第3道符文就是吞金兽，现有灵石还不知道够不够点亮，我可不敢乱花。男人只会养自己的妻子，师妹想嫁我为妻吗？若是，我养你。那算了。拒绝的可真够爽快。2位道友是暂入还是常住？暂入3块灵石，明日天黑前离开；常住同样3块。登记洞府后只需按月付租金。我兄妹2人打算常住，洞府去哪儿租？入坊右转100米，坊事管理处。多谢。你2人从哪儿来？什么关系？同住还是分开？我2人是兄妹，皆为散修，从凡俗来同住，要2间洞府。方氏洞府分1、2、3节灵脉，1节每间150，2节每间500，按月结算；3节每间1200，2节每月2400，1年18800宽实。选2节凑合。修炼岂能凑合？我吸收灵气百存2，灵气不足只会耽误修行。炼气期住1、2节便够，3节多由筑基金丹租住，数量不多。我乃5行杂灵根，1、2节洞府突破太慢，只是租金昂贵。我学过炼丹、卖丹，应当能维持租金。原来是炼丹师，正好有一间3阶双洞府空置，我带你们去看。租金还请您通融下，长租能否实惠些？还是道友懂规矩，在我权限内，自会给你们方便。就这里，签3年。居然是灵火，小伙，吞了它。吞噬灵火就能变强，以后得多找些灵火。玉髓汁能炼筑基丹，妖精可提升水灵根。换个人看到这些，早就杀你夺宝了。那师兄你呢？妖精换给我，否则说不准。但我符箓是吃素的，拿什么换？50万还打对折，抢劫呢！再加6阶金灵烛，价值足够。绝无虚言。等我凑齐主要炼筑基丹，成丹与你对半分。若只成1颗，归你。成交。奉仙门指令，搜查一位金丹真人的未婚妻，南域所有坊事都不得遗漏。从未见过，诸位尽管搜查。妹妹别怕，他们搜查完便会离开。婚事明明没定，我怎么就成了他的未婚妻？师妹，我刚打听了，青云门与太乙仙门差点开战，最终仍定下姻亲。难怪我人都不在，却跟人定下了亲事，这样也行。青云门如今局势难控，太上长老才会答应亲事，暂时拖延时间。那宗门不会有事吧？在实力为尊的修仙界，只能凭靠实力说话，没有捷径。今日不吃饭了，我回去接着修炼。近2000万资源，只换来炼气9层，别人天灵根师10年筑基，我14年还没筑基。单个符号就差点抽干我，完整符文只会更加可怕。师妹，这里不能再留了，需马上离开。他们查到这里了？还没有，但时间久了必然会查到。先收东西，今晚就走。你在这里等着我，我出去打听消息。掌门承诺2年内将你找回，与元庭真人成婚。我要灵石，100万起步，越多越好，能卖的都卖掉。这符给我一种比天劫还可怕的感觉，足以让我魂飞魄散。不只是吸力，还能把新去的东西重新放出来。3阶符箓，拿我的法器试试，看他能不能夺走认主法器。真的可以？可还有顶阶的，试试。韩师兄，韩师兄，你可千万不要有事啊！师兄没事，太好了。师妹不赔我3张顶阶符，我跟你没完。符箓存在漩涡，万物停止并自动逆转喷出。我只催第1次漩涡就会停，我能换地方再放，也能永远不放。若吸进去的是仇人，直接困死。这股力量适合杀人于无形，顶阶符箓可用山峰测试。极致的穿透力，我桑榆又变强了。好强的毁灭之力！不，最少是3阶妖兽，走！顶阶爆破符都只能伤他1点，其他顶阶符恐怕也拦不住。
师妹，躲开！这就死了？那张四阶符应该是专门攻击神魂的。师兄，他是不是傻掉了？他在主动与我接气。大哥哥，下面有好多5颜5、6色的漂亮石头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叫小宝。见面分一半，妖兽是我打傻的，宝贝最少分我一半半。200多块上品灵石，5000多块中品灵石与30多万下品灵石，总价值2把石都没了。你是我的，你的漂亮石头也是我的。这里隐秘，灵气又足，我们就留在这儿修炼。吸令符叫旋风符，穿透符叫利刃符，毁灭之力就叫灭世符。遇到姐劫修围堵已经全部解决，也确认无人跟踪。师兄能不能借我点灵石？100万起步，越多越好。小宝剩下的宝物卖了250万，我那边算借给你。要，师兄你才是250。什么250？给你凑个整数。要，谢谢师兄，师兄天下第一好。谁先找到那小子，抢到的宝物便归谁。啊！3个筑基，1个后期，2个初期，已经搜到附近。旋风符能否应对？3人联手，旋风最多困住1人，太过危险。这些算你欠我的。这架难道不是我们一起打？凭什么还算钱？我打不过会自己跑。师妹见机行事。卑鄙庶子，居然敢偷袭我！我还敢明起你！人顶街报复。小子，那天灵根是不是跟你在一起？掏出天灵根，饶你不死！诛魂符，你给我上！我的神魂，老夫死也不会轻易认输！储物袋归我，方少主归你，快追，别让他跑了！都3天了，韩师傅怎么还没有回来？他短时间内不会回来。韩琴在青云坊市被太乙的金丹重伤，逃走时暴露了空间法器，这座洞府瞒不过元婴神识。你只有2条路：继续远走，或回青云门应下婚师，为宗门拖延10余年。掌门迟迟无法结婴，你师尊闭关6年，扶风乱成一团。错的人不是我，我不想再躲。我回青云门，但仙门必须先撤掉对韩师兄的追杀令。我会公开现身找他，绝不会丢下他不管。好，这300块上品灵石收下。还请仙门帮弟子与太乙仙门交涉，即日起，弟子不再躲躲藏藏，会光明正大暴露在人前，找寻与我有恩的韩琴师兄。丫头，你就不担心太乙仙门的人将你强行带走？他们既然想联姻，起码明面上要做得好看些。我不躲不藏，光明正大的在外行走。我那传说中的未婚夫若想见我，随时来找我便是，我又不会不见他。你这丫头倒是随性。行，那便依了你吧。你终于不躲了。我躲的从来不是你，是你师尊强加给我的婚约。那韩琴呢？你藏了6年，又守着那座洞府府等他，你敢说你们之间当真什么都没有？我桑榆以道心起誓，与韩琴从未有过男女之情，更未私定终身。若有半句虚言，道心破碎，修为尽毁。现在轮到你回答，明知我2次拒绝，为何太乙仙门还要逼我成婚？婚约已成2大仙门博弈，我尚未结婴，无法让3位太上收回。所以你们争利益，便拿我做筹码。我不会仗着修为强迫你。那就给我一个能选择的办法。我会留在青云山脉附近，从普通道友开始了解你。留下可以，但不准进我洞府，不准神识监视，更不准逼我点头。若我越界，任你处置。可在山脉外围另开洞府。你还真打算一直守在这里？我履行承诺，你等韩琴，我等了解你的机会。我等他是因救命之恩，与男女之情无关。我信你的誓言，但不会主动退出。韩师兄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怎么快2年了还没找到你？2年期限将至，太医已经催问，青云门必须给出答复。所谓答复，就是让我回去同婚。他们只会逼我这个炼气弟子。再拖下去，2宗低阶弟子会先承受压力。替我争10年，这10年里我会认真了解你。10年后呢？
若我无意，谁都不得逼；若两情相悦，我不会逃。强求只会成怨路，毁掉道心。好，我回去争。你答应给我10年，只为替青云门拖延。一开始是，但你守诺坦白，从未用修为压我，我对你印象不坏。足够了，至少不是我一人往前走。掌门为何拦我？阿鱼在哪儿？他平安也在等你，但他正与陆元庭谈婚约，你过去只会添乱。2大仙门的龌龊，凭什么让他一个炼气辈承担？他是自己公开回归，不是被宗门推出去。桑榆与陆元庭定下了10年之约，一开始是为了拖延，但陆元庭守诺坦白，他对他印象不坏。他凭什么给陆元庭10年？我算什么？有情便亲口说，别让他猜。我暂离青云门，有战我会回来，无战便不回。是我。韩师兄，你还活着？我高调回福东不换洞府，就是怕你回来找不到我。既然一直等我，为什么又答应给陆元庭10年？我陪你5年，挡追杀找洞府，你明知我的心意，却从不给回应。我从未用感情留你，但你的恩情我一直记着。那陆元庭凭什么得到10年？因为他能替宗门争时间，不代表我喜欢他。若有一天想找道侣，你必须先考虑我。感情哪有先来后到？陆元庭有10年，我连优先都没有。行，以后若想找道侣，我优先考虑你。满意了吗？很满意。我已请辞，准备去秘境历练。留在宗门，我追不上你们。你伤还没好，又要去拼命。我只有在生死间才能变强。带够保命符，别拿命赌。正有此意，谈价吧。再送你2张保命符，不能再少1块灵石。成交，别忘了答应我的事。诸兄所遇皆为机缘，险路都绕着你走。知道了，快滚！10年争到了吗？只争到8年，先前2年也算在期限内。逃命的2年也算培养感情。8年后仍办大典，期间必须像未婚道侣一样相处。相处可以，但别限制我的自由。住我隔壁，你可随时回青云。资源谁出？亲传待遇照给，我每年另分你500万。8年后无意，你必须挡住3位太上。我答应。洞府有4阶灵脉，4阶灵脉，成交。太乙逼走我徒弟6年，还敢上扶风？前辈不欢迎我应当，我尊重他的选择。师尊，我去修炼，更不是改投仙门。未经允许，不得靠近伏羲洞。8年不短，若你喜欢上他，两宗开战时站哪边？我只喜欢符道和灵石，男人排在后面。别为了大局把自己赔进去。若师尊再收亲传，你会介意吗？扶风需要传承，我没有意见。徐绵绵李毅可为记名弟子，亲传谁配与我的阿鱼齐名？师尊有你一个亲传已经知足。有人逼一刻传讯，师尊接你回来。我去借灵脉修炼，不是任人欺负。8年后我自己选。阿鱼少1根头发，我都记你头上。前辈放心。我会遵守8年之约，绝不强迫他。往后随元庭称我师尊。弟子已有师尊，不能因婚约改口。8年之约刚开始，现在改口太早。敢问真君贵姓？灵。2个仙门总要区分，弟子见过灵师尊。我已打通你们洞府，培养感情就该共同生活。8年之约是了解，不是连洞府隐私都没有。他不开门，我绝不越过通道。还要隔绝神识，谁偷看我就炸他通道。行，只要别8年不说话。就凭你，也配让陆师兄等8年？我没求着嫁，委屈就去找逼婚的人。你是不是跟韩琴私奔过？再敢污他名声，便去行风领罚。别替我罚，今日我自己让他闭嘴。你说我不配，便亲自来试。你输，闭嘴3年。炼气后期也敢挑战我？再拿韩琴羞辱我，下次扎穿的就是脑袋。有本事不用符箓，正面与我打！我是符修，不用符箓硬拼，我脑子坏了。败后偷袭，李清婉罚去矿源挖矿1年，太清挖空3年，再入思过崖3年。灵尊之疼我，有人撑腰，我就不怕了。谁欺负你，直接报本座的名。是我威信不足，才让他们敢辱你。不必时时挡着，只要别站到我对面。这8年，
我与你同一边。桑榆正在筑基，任何人不得窥探。这就是筑基，我敢便能掀翻整座山。我才刚筑基，为什么就劈我？陆元廷，救命！雷劫只能自己渡，我若插手，威力会立刻翻倍。贱人！一张不够，那就5张一起。筑基竟引来雷劫，这丫头到底触碰了什么？不是天灵根雷劫，他自创的禁忌符箓已经形成心道，引来的是真正的天妒之劫。他不是在改良符箓，他是在开辟一条从未存在过的符道。妖果，回来！再倒下去，你会散掉！冲我来！欺负一烛火算什么天道？丫头，接住！既然挡不住，那就把它全部吸走。等我画出更高阶旋风符，连天上的雷云都能收来为我所用。灵尊师，立即丢去无人高空，它要爆了！今日只是3-9天劫，继续修，下次至少4-9。你只管走自己的道，8年之约我会守。我不放弃，即便天道不容，我也要走出自己的符道。我的路才刚开始。